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感动，也反映了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些差异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小雨，是湖南农村出生的姑娘，今年28岁。小雨的人生可以说是坎坷的，但也可以说是传奇的。小雨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从小家境贫寒。更不幸的是，她7岁那年，父母离异，母亲改嫁后，父亲也外出打工，多年来了无音讯。从那时起，小雨就和爷爷奶奶以及妹妹相依为命。那时候真的很苦啊。小雨回忆道，家里连米都没得吃，更别说什么零食了。12岁那年，家里经济实在困难，小雨不得不辍学。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，这几乎就意味着命运被锁死了。但小雨从小就特别漂亮，她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还有那天生的好皮肤，让她在人群中总是特别亮眼，颜值即正义啊。小雨常这样自嘲，为了生存，她什么都干过。KTV 公主、酒吧气氛组、擦边主播、按摩女。虽然生活环境复杂，但小雨心里一直有个信念，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。靠着这股子韧劲，小雨一直在努力逆天改命。她始终相信，只要坚持不懈，总有一天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当然，和很多女孩一样，她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好男人，帮她摆脱目前的生活境况。这些年来，小雨谈过不少恋爱，但都无疾而终。大陆的相亲市场可谓是卷到了极致，家境好的男生眼高于顶，看重女方的家世背景，条件普通的男生又往往妈宝严重，婚后生活很难有幸福可言。现在的男人啊，要么是直男癌晚期，要么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，哪还有真心爱一个女人的？小雨常和闺蜜们抱怨道，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。去年底，小雨通过朋友介绍，进入了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做客服工作。这家公司总部在台湾，在大陆设有分公司。小雨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亲和力，很快就在客服部门脱颖而出，成为部门的业务骨干。这姐妹真的绝了，啥活儿到她手上都能干得妥妥的，同事们都这样评价她。今年2月，公司决定派几名优秀员工前往台湾总部进行为期3天的交流学习。小雨因为业绩突出，被选中参加了这次出差。天啊，我要去台湾了！小雨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。我这辈子都没出过国，连港澳都没去过，这下可以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了。其实，小雨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里，落后、贫穷、保守。台湾不是比我们大陆穷很多吗？那边有啥好玩的？这是他出发前的疑问。飞机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的那一刻，小雨就被震撼到了。机场宽敞明亮，设施一流，完全颠覆了他对台湾的想象。哇塞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，比我们这边的机场还高级呢。小雨忍不住惊叹道。接机的是台湾总部的一位同事阿明。阿明30出头，长相清秀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是那种读书人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台湾，我是阿明，这几天由我负责接待你们。阿明用普通话热情的打招呼，虽然带着点台湾腔，但听起来特别亲切。小雨笑着回应，谢谢阿明哥，麻烦你了。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，小雨透过车窗看着台北的街景，内心充满了震撼。干净整洁的街道，茂密的行道树，秩序井然的交通，还有那些设计独特的建筑，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而美好。台湾真的好美啊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小雨感慨道，是吗？很多大陆朋友第一次来都这么说。阿明笑着回答，其实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发展的挺不错的。特别是在生活品质和文化保存方面，我们很注重细节和人文关怀。到了酒店，阿明帮小雨和其他同事办好了入住手续，还为每人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行程表和台北旅游地图。明天早上9点，公司会派车来接你们。今晚好好休息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随时可以打我电话。阿明细心地叮嘱道。小雨看着阿明离去的背影，心里莫名有些感动。他从未遇到过这么细致周到的男性，
在大陆，男生们普遍都是大大咧咧的，很少会这么照顾人的感受。第二天，小雨早早就起床了，精心打扮了一番。虽然只是去公司，但他还是希望能给台湾同事留下好印象。台湾总部坐落在台北市中心的一栋现代化写字楼里，环境优雅，设施齐全。小雨发现这里的办公氛围和大陆有很大不同，大家工作专注但不紧张，交流热情但不喧闹，整个办公区域呈现出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。上午的交流会上，小雨认识了更多台湾同事。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些同事对大陆的了解远比他想象的多。他们不仅知道大陆的热门景点，还了解不少网络流行语和时尚趋势。哇，你们居然知道绝绝子和 YDS 是什么意思？小雨惊讶地说。当然啦，我们公司跟大陆的业务往来那么多，不了解一下怎么行？一位台湾女同事笑着回答。午餐时间，阿明带着小雨和其他大陆同事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台湾小吃店。这家店的卤肉饭和珍珠奶茶是台北最正宗的，一定要尝尝。阿明介绍道。小雨尝了一口卤肉饭，顿时被那香芋的味道征服了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完全不一样。他激动地说。是吧？台湾美食的精髓就在于这些看似简单却充满匠心的小吃。阿明骄傲地说。用餐过程中，小雨和阿明聊了很多。他得知阿明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家境不错，但为人低调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在公司很受尊重。你别看阿明这么斯文，他可是我们部门的王牌设计师，多少项目都是靠他救火成功的。一位台湾同事调侃道。哪有啦，大家互相配合才能把事情做好的。阿明谦虚地回应。这种谦逊的态度让小雨感到新鲜。在他接触的圈子里，有一点小成就的男人往往就趾高气扬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多厉害。而阿明这种内敛而自信的气质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下午的会议结束后，阿明主动提出带小雨和其他同事去台北101大楼看夜景。今晚天气不错，从101俯瞰台北夜景，特别美。阿明说。站在台北101观景台上，小雨被眼前的美景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整个台北城在夜色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芒，如同一片星海，美得不真实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夜景。小雨由衷地感叹道。台北虽小，但它的美需要用心去发现。阿明站在小雨身边，轻声说道，就像人一样，有时候不是看表面，而是要看到内在的光芒。小雨转头看了看阿明，发现他正温柔地望着自己，那目光中充满了欣赏和尊重。那一刻，小雨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动了。回酒店的路上，小雨变得有些沉默。他在想，如果自己能遇到一个像阿明这样的男人，该有多好啊！温柔、体贴，有能力又不张扬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人的眼光不是充满欲望，而是充满尊重。第二天的行程更加紧凑。上午是产品培训，下午是团队建设活动。阿明全程陪伴，耐心地解答每一个问题，细致地安排每一个环节。晚上，公司在一家高级餐厅举办了欢迎晚宴。小雨穿上了精心准备的连衣裙，化了淡妆，看起来格外明艳动人。哇，小雨今晚超漂亮的！同事们纷纷称赞道。阿明看到小雨时，眼睛明显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绅士地为小雨拉开椅子，并贴心地询问她的饮食禁忌。我听说湖南人喜欢吃辣，这家餐厅的麻辣小龙虾做得不错，要不要尝尝？阿明问道。你连我是湖南人都知道？小雨有些惊讶。我看了你们的资料。阿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背景，这样接待起来才能更有针对性。小雨心里一暖，这种被重视、被尊重的感觉，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。晚宴上，大家推杯换盏，气氛热烈。小雨被台湾同事的热情所感染，也渐渐放开了自己。他讲了几个大陆流行的笑话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小雨真的太有趣了。一位台湾女同事赞叹道，难怪客户都喜欢找你处理问题。哪里，都是公司培训的好。小雨谦虚地回应。阿明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小雨，眼神中满是赞赏。
晚宴结束后，阿明提议带大家去士林夜市逛一逛，体验一下台湾的夜生活。士林夜市熙熙攘攘，各种小吃、游戏摊位应有尽有。小雨像个好奇的孩子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什么都想尝一尝。这个大肠包小肠真的好神奇啊！还有这个盐酥鸡，香得不得了。小雨一边吃一边惊叹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阿明笑着说：“不过别吃太多，小心消化不良。”逛着逛着，小雨和阿明不知不觉就和其他同事走散了。两人并肩走在夜市的小巷中，周围是熙攘的人群和缤纷的灯光，却仿佛与世隔绝，只有彼此。小雨，你在大陆工作还习惯吗？阿明突然问道。还行吧，虽然有时候挺累的，但总要生活嘛。小雨回答。其实我很佩服你，阿明认真地说。从你的简历上看，你没有什么学历背景，但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。小雨心里一惊，他的简历上当然是美化过的，根本没提那些灰暗的经历。但听到阿明的话，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谢谢，我只是想活得更好一点。小雨低声说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选择，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阿明温和地说，你现在做得很好，真的。这简单的肯定对小雨来说意义非凡，在他的生命中，很少有人真诚地肯定他、欣赏他，更别说理解他走过的路。阿明，你真的很不一样。小雨由衷地说，哪里不一样？阿明笑问，就是很绅士，很有教养，不像我认识的那些男生，要么很粗鲁，要么就是假装绅士，其实心里想的是别的。小雨坦率地回答。阿明听后笑了笑，可能是成长环境和教育不同吧。在台湾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女性，这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一种习惯和信念。两人继续沿着夜市漫步，聊着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阿明告诉小雨，他其实也来自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小学老师，靠着奖学金才上了台大。毕业后，他本可以去大公司赚更多钱，但他选择了现在这家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，因为他相信踏实工作比追求表面光鲜更重要。我觉得人生不必太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总会到达想去的地方。阿明说，这种生活态度让小雨深感共鸣。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浮躁和焦虑，总是想着捷径，想着一夜暴富，却从未静下心来规划长远的人生。不知不觉中，时间已近午夜。阿明看了看手表，提议该回酒店了。明天还有行程，早点休息吧。他体贴地说。走回酒店的路上，两人都有些沉默，却是那种舒适的沉默，不需要刻意去打破。到了酒店门口，阿明礼貌地和小雨道别。晚安，小雨，明天见。晚安，阿明，谢谢你今天的陪伴。小雨回应道。回到房间，小雨躺在床上，脑海中全是和阿明相处的点点滴滴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，但他知道自己的心被这个温柔体贴的台湾男生打动了。第3天一大早，小雨比平时更用心地打扮自己。他知道今天是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也是与阿明相处的最后一天。不知为何，这个认知让他心里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。哎呀，今天必须得美美的。小雨一边化妆一边自言自语，最后一天了，给阿明留个好印象。上午的行程是参观公司的研发中心和物流仓库，阿明依然是那么细心周到，为每个环节都做了详尽的讲解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资源有限，但我们特别注重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。阿明自豪地介绍道，这套物流管理系统就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，已经申请了专利。小雨听得入神，不仅是因为内容确实精彩，更是因为讲解者是阿明。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听阿明说话，那种温和而不失专业的语调，总能让人感到安心和信任。中午，阿明带大家去了一家本地人常去的小餐馆，这家店很低调，却是不少台北人的心头好。他们的卤肉饭和牛肉面都特别地道。阿明介绍道，饭桌上大家聊得热火朝天。台湾同事们纷纷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，气氛轻松愉快。小雨发现，台湾人谈吃穿住行时更注重品质而非价格，谈工作时更关心成就感而非薪资，谈恋爱婚姻时更看重相处模式而非物质条件。台湾男生找对象最看重的是能不能聊得来，三观是否一致。
而不是女方家里有几套房，存款多少。一位台湾女同事说道，当然，基本的经济能力还是要有的，但不会把物质条件放在首位。这番话让小雨若有所思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大陆的婚恋市场早已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资源交换。男方要有车、有房、有存款，女方要貌美如花，最好还有不错的家庭背景，感情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。那你们结婚后，男女双方的父母会不会干涉小两口的生活？小雨好奇地问道。基本上不会啦，台湾同事笑着回答，我们这边结婚就是2个人的事，父母最多给些建议，不会强行干预。再说了，很多人结婚后都是自己租房子住，跟父母保持适当距离，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空间。小雨听了不禁感慨，这也太理想了吧。在大陆，不少男生结婚后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，老人的意见往往比妻子的更重要，弄得很多婆媳关系紧张的不得了。真的假的？台湾同事们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千真万确啊！小雨叹了口气，我有个闺蜜嫁人后，婆婆几乎每天都来她家里指导她做家务、带孩子，一点不合意见就大吵大闹，搞得她精神都快崩溃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！台湾同事们纷纷摇头。阿明在一旁静静地听着，突然开口道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，没有对错之分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相处模式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理解。小雨看了阿明一眼，心想，这人怎么说话都这么得体，简直完美。饭后，大家本该继续下午的行程，但台北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看来要改计划了。阿明看了看窗外的倾盆大雨，对大家说，本来打算带你们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，不过这雨太大了，还是改天吧。那我们下午干嘛呢？小雨有些失望地问道。要不这样，阿明想了想，我带你们去西门町逛逛吧，那边都是室内的商场，不会淋雨。大家纷纷点头同意。小雨的同事们早就听说西门町是台北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，正愁没机会去呢。来到西门町，阿明带大家参观了几家特色店铺，又去了一家网红茶饮店品尝正宗的珍珠奶茶。期间，小雨发现阿明似乎有意无意地走在他身边，还时不时地为他拍照留念。小雨，站在这个涂鸦墙前面拍一张吧，背景很适合你。阿明举起手机，示意小雨摆个姿势。小雨害羞地笑了笑，顺从地摆出一个 V 字手势。阿明认真地为他拍了好几张，然后挑出最好的一张发给他。谢谢阿明哥。小雨看着照片，开心地说，你拍得真好，我都变美了，本来就很美啊，不是变的。阿明不经意地说出这句话，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小雨听了，心里像是被一股暖流淌过，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红晕。逛着逛着，小雨突然看到一家店铺里陈列着各种精美的手工茶具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小雨驻足观望，眼睛里闪烁着喜爱的光芒。你喜欢茶具？阿明问道。特别喜欢。小雨点头。我爷爷以前就很喜欢喝茶，从小看他泡茶，我也跟着学了不少。后来工作了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就会泡杯茶慢慢喝，感觉整个人都能平静下来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爱好。阿明惊讶地说，我也很喜欢茶道，觉得那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，能让人在忙碌中找到片刻的宁静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仿佛找到了心灵上的共鸣。进去看看吧，阿明提议道。店里的茶具琳琅满目，有传统的紫砂壶，也有现代风格的玻璃茶具。小雨被一套青花瓷茶具吸引住了，爱不释手地把玩着。这套茶具做工真精致，釉色也很纯正。小雨赞叹道，确实不错。阿明点头附和。台湾的茶文化受到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双重影响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这套茶具就融合了大陆的青花瓷工艺和台湾本土的设计元素。小雨听得入迷，完全没注意到阿明悄悄地跟店员说了什么。逛完西门町已经是傍晚时分，雨停了，天空泛着淡淡的橘红色，格外美丽。今晚是你们在台湾的最后一晚了，公司准备了欢送晚宴。阿明对大家说，不过在去餐厅之前，我想带你们去个地方。阿明带着大家来到了台北最有名的夜市之一——宁夏夜市。这里的美食种类繁多，香气四溢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这里的蚵仔煎和卤肉饭都是一绝，一定要尝尝。阿明热情地推荐道。小雨和同事们跟着阿明穿梭在夜市的小巷中，一路品尝各种台湾小吃。不知不觉中，小雨又一次和阿明走到了一起。阿明哥，这几天真的很感谢你的照顾。小雨真诚地说道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们肯定玩不到这么多地方，吃不到这么多美食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阿明笑着回答，而且我也很开心能认识你们，特别是他顿了顿，特别是认识你，小雨心跳漏了一拍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好在这时，其他同事走了过来，打破了这微妙的氛围。欢送晚宴在一家高级台菜餐厅举行，餐厅环境优雅，菜品精致美味。席间，台湾总部的负责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，对大陆同事的到来表示欢迎，并希望两地分公司能加强合作，共同发展。晚宴接近尾声时，阿明悄悄地走到小雨身边，递给她一个精美的礼盒。这时，小雨惊讶地看着礼盒，一点小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阿明微笑着说。小雨打开礼盒，里面赫然是他下午在店里爱不释手的那套青花瓷茶具。啊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小雨慌忙说道。没关系的，就当是给你的纪念品。阿明真诚地说，希望你回去后，每次用它泡茶时，能想起在台湾的这几天。小雨的眼眶湿润了，他从未想过，短短3天的相处，能让一个人如此走进他的心里。谢谢你，阿明。小雨轻声说道。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雨和同事们准备前往机场，阿明亲自开车送他们。阿明哥，你太辛苦了，一大早就来接我们。小雨心疼地说，没事，能多陪你一会儿就好。阿明柔声回答，随即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道，我是说，能送你们一程是我的荣幸。到了机场，办完登机手续后，该道别了。同事们纷纷和阿明握手告别，表达谢意。轮到小雨时，他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小雨，阿明似乎也有些不舍。我能加你微信吗？当然可以。小雨几乎是脱口而出，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又相对无言。最终还是登机广播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。我该走了，小雨不情愿地说道。好的，一路顺风。阿明笑着说，记得到了给我发消息。一定。小雨点点头，转身走向安检口。走了几步，小雨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身跑回阿明面前。阿明，他鼓起勇气问道，你有女朋友吗？阿明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没有啊，一直没遇到合适的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？小雨的脸红得像苹果一样，但他还是勇敢地问出了这个问题。阿明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当然合适。我这3天一直在想，如何才能让你也喜欢上我。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小雨小声地说。那太好了，阿明开心地笑了。我会常去大陆出差的，下次见面我们好好约会，好吗？好。小雨用力地点头。就这样，在机场的匆匆一别，却是2颗心的正式相遇。小雨登上了返回大陆的飞机，心里却满是期待和希望。回到大陆后，小雨和阿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每天的视频通话成了2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阿明经常给小雨分享台湾的风土人情，小雨则告诉阿明大陆的流行趋势。你知道吗？台湾人谈恋爱最看重的是感情和价值观的契合。阿明在一次视频中说道，我们不太在意对方的家境背景，更关注彼此相处时的舒适度和默契，这也太浪漫了吧。小雨感叹道，在大陆，特别是1线城市，很多人谈恋爱第一件事就是查对方的3围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要是这3样不达标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很功利吗？阿明惊讶地问。就是啊，小雨无奈地笑了笑，可能是因为大陆生活压力太大了吧，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，生怕被社会淘汰。我觉得物质条件固然重要，但不是全部。阿明认真地说，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能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有些东西，比如尊重、理解、支持，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小雨听着阿明的话，心里暖暖的。他知道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。3个月后，阿明如约来到了小雨所在的城市出差，2人终于有了正式的约会。阿明带着小雨去了当地最有名的景点，又陪她逛街购物，晚上还特意挑了一家浪漫的餐厅共进晚餐。
小雨，这几个月的了解让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晚餐时，阿明深情地望着小雨，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，比如异地、文化差异，甚至可能是家人的反对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足够爱对方，一切困难都能克服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雨眼含泪光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半年后，在双方家人的祝福下，小雨和阿明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后，小雨搬到了台湾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刚开始，小雨确实遇到了一些适应上的困难，语言不通、生活习惯差异、文化认知不同，这些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好在阿明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，帮他融入台湾的生活，学习当地的文化和习俗，而小雨也努力地适应着这一切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，结交新朋友，甚至还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，经营得有声有色。更让小雨感动的是，阿明的父母对他的接纳和疼爱。他们从不干涉小两口的生活，却在小雨需要帮助时，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妈，您真的太好了。小雨常常感动地对婆婆说，在大陆，很多婆媳关系都紧张得不得了，我却这么幸运，有您这样开明的婆婆。傻孩子，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，我们当然要互相照顾啊。婆婆慈爱地说，再说了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老人家不该干涉太多。这种被尊重、被理解的感觉，让小雨倍感幸福。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属和爱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